巴菲特身价1000亿，却只给孩子留了0.5%的财产。2004年，陪了他大半辈子的妻子苏珊永远地走了，而正是这场最痛的失去，让这个一辈子拼命攒钱的男人，转手就把自己几乎所有身家全部捐了出去。欢迎来到小爱读书圈，一个希望你越来越有钱的财经成长频道。今天我们继续解读巴菲特唯一认可的官方传记《滚雪球》。上集说到，新世纪到来之后，老巴诸事不顺，最狠的一记重拳是冲着他最爱的人来的。他的妻子苏珊查出了癌症，这一次再多的钱，再聪明的脑子都救不了他。在巴菲特的生命里，苏珊到底是个什么分量呢？几十年来，是他在背后把这个生活白痴的吃喝拉撒人情世故全给兜了起来。老巴只管埋头搞钱，剩下的一切全都是苏珊在扛，连他自己都说，没有苏珊就没有今天的我。是他把巴菲特和这个真实的世界紧紧连在了一起。身边的人都叫苏珊圣人，因为他这辈子把爱给了无数人，无论病人、穷人、陌生人，谁来找他，他都会倾尽全力的帮助。可现在轮到他自己病倒了。2003年的秋天，苏珊被查出口腔癌，巴菲特整个人瞬间慌了神。说起来，就在确诊前不久，老巴还刚做过一件特别有爱的事儿。他把自己用了多年的旧钱包和里面压着的一条他看好的股票提示一起拿去拍卖，又在eBay上拍卖和他共进午餐的一次机会，前后拍到了25万美元。这笔钱老巴一分没留，全捐给了苏珊最牵挂的2个慈善机构，一个是女儿苏西的女子公司，另一个是旧金山对所有瘾君子、流浪汉敞开大门的格莱德教堂。苏珊牵挂的人和事儿，其实老巴一直在背后默默用自己的方式撑着。他在生意场上算无一策，可面对妻子的重病，他满身的本事一样都使不上。那场手术做得无比凶险，医生在他左手臂上割下一块皮补进了口腔里，术后他的舌头肿得伸在嘴外，喉咙里插满了管子，只能靠鼻饲进食。看着病床上受苦的妻子，老巴只能无助地站在一旁，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而这回，这个被伺候了一辈子的生活白痴头一次开始学着照顾别人。为了搞懂妻子的病情，他破天荒地去研究放疗的每一个细节，比如射术的弓角有多大，怎么避开舌头和声带，他全要弄明白。苏珊在旧金山治疗期间，老巴几乎每个周末都飞过去陪她，前后整整26个周末，俩人挤在沙发上，把一部老情景剧看了快100集。苏珊躺在床上，他就一天10几个小时搂着她，在她耳边不停地说话。为了帮她恢复，俩人还约好，不管多难受，每天都要下楼散步，走6、7个街区。一个过去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人，开始仔细地记录妻子的每一种药，每一次体重的变化。他用最笨拙的方式重新学着怎么去爱一个人。那段最难熬的日子里，还有一束意外的暖光，就是爱尔兰 U2 乐队的主唱伯诺。他专门写歌发传真给苏珊，用他的音乐陪着他度过最痛苦的放疗期。苏珊每天晚上都要听着伯诺的歌才睡得着，而且哪怕病成这样，他最大的心愿也不是自己少受点罪，而是想赶紧好起来，去见老朋友，去每一个想去的地方。他这一辈子连生病心里装的也全都是别人。也正是在妻子的病床边，巴菲特悟出了一个比挣钱重要10000倍的道理。他说，等你到了我这个年纪，衡量你这辈子到底成不成功，其实就看一件事儿，那就是在你希望爱你的人里，有多少人是真的爱你。钱确实能买来一场给你歌功颂德的盛宴，甚至能买来一本把你吹上天的自传，但爱这个东西，你花多少钱都买不来。想要得到爱的唯一办法，就是先让自己活成一个值得被爱的人。2004年春天，好消息传来，苏珊的复查结果很干净，没有阴影，这可把老巴给高兴坏了。可他根本不知道，这个一切都好的诊断结果是苏珊偷偷交代医生专门说给他听的。她太了解丈夫了，她知道他承受不了这种打击。苏珊心里明白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但她还想撑着过一段正常生活。那年5月，她甚至拖着病弱的身体飞回奥马哈，参加了伯克希尔股东大会。对老巴来说，苏珊从来不是台下的观众，而是最不可或缺的女主角。她在台上讲，她在台下看，这是他们几十年来心照不宣的默契。
可谁能想到，那一次竟然成了苏珊这辈子最后一次公开亮相。命运的转折来得猝不及防。7月底，他们一起去怀俄明州的好友农场过周末。聚会的那天晚上，苏珊的气色出奇的好，红光满面，有说有笑。饭吃到一半，她站起来，眼里闪着温柔的光，跟大家说起这1年病痛里，女儿是如何没日没夜照顾她，母女俩是如何贴心。说着说着，她顽皮地眨了眨眼，好像是想起了什么好玩的事儿。可下一秒，整个人就倒了下去，突发脑溢血。而最近的医院在34英里外，救护车闪着警灯，在漆黑的盘山公路上一圈又一圈地往山下开。巴菲特就坐在副驾驶，离妻子只有1臂之遥，却一点忙都帮不上。那条冰冷的山路仿佛永远也开不到头。消息像炸弹一样砸向了各地的孩子们。女儿 Susie 连夜从波士顿赶来，小儿子彼得从奥马哈飞来，大儿子豪伊当时正在非洲，立马疯狂往回赶。在医院的抢救室里，巴菲特握着苏珊的手，整整守了5个钟头。他面前桌上那罐樱桃可乐一口都没动。那天晚上，女儿 Susie 让巴菲特去睡一会儿，他一个人守着。天快亮的时候，他轻轻抚摸母亲，忽然发现母亲已经没有呼吸了。医生过来，遗憾地摇了摇头。苏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随后的几个小时里，老爸就趴在床边，一直哭一直哭。孩子们强忍着悲痛，忙着签那些必须签的文件，通知那些必须通知的人。他们要抢在媒体前面，不能让这些老朋友从电视新闻里看到他的死讯。2天后，他们带着苏珊登上了回家的飞机。这是巴菲特这辈子最艰难的一次飞行。飞机上，他沉默了很久，憋出了一句：“前面有卫生间吗？”女儿说：“没有，在机舱后面。”他一步一步挪过去，目光死死避开沙发上那个装着妻子遗体的袋子。回到家，他一头钻进卧室，拉上窗帘，关上灯，蒙头躺下，继续狂哭。那几天，他试着给老朋友打电话，电话接通了，这头却没有声音，因为他一个字都说不出来，只能拿着话筒痛苦地喘气，最后哽咽着挤出一句抱歉，然后就把电话挂了。而葬礼那天，他终究还是没去成。他对着女儿哭着说：“我去不了，我真的做不到。”这个在国会上侃侃而谈，面对聚光灯不再胆怯的男人，唯独迈不进送别妻子那扇门。葬礼办得很小，就只有家人和几个最亲近的朋友。伯诺站在现场，为苏珊轻轻唱了一首名叫《有时候你无法独自撑过一切》的歌，底下的人哭成了一片。苏珊走后，有很长一段时间，巴菲特天天做同一个噩梦。他梦见自己又坐在那辆颠簸的救护车里，眼睁睁看着苏珊。可无论他怎么拼命喊，车都停不下来。他在梦里一遍遍地求：“时间停下来吧，你别离开我。”所有人都觉得失去苏珊，老爸这回肯定垮了，连女儿都担心父亲会从此一蹶不振。他确实消沉了2个多月，整宿整宿的失眠。Susie 说，长这么大从来没有见过父亲那个样子。可奇怪的是，最后老爸还是挺过来了。他说他靠的是一种很特别的本事，作者管它叫浴缸式记忆。简单来说，就是把那些痛苦糟心的事儿，像拔掉浴缸塞子一样，让它们慢慢流走，不让自己泡在里头。但光靠忘是过不去的，真正把他从泥潭里拽出来的，是他对苏珊那份刻进骨子里的爱。妹妹 Bertie 说，苏珊走后，好像把自己生前的情感和慷慨全留给了哥哥。过去几十年，老爸和孩子们之间一直隔着一层膜，有什么心思别扭，都是苏珊在中间当桥梁，帮他们缝合。现在呢，这座桥没了，逼得老爸必须自己跨出去。他第一次直接给孩子们打电话聊天，走进他们的日常，甚至还会去关心小儿子彼得的演出。他竟然慢慢学会了怎么当一个有温度的父亲。苏珊的离去还逼着巴菲特去面对一个天大的问题，他屁股底下那座金山到底该怎么处理？老爸忽然想通了，明天和意外谁先来真说不准，所以自己的财产还是得提前安顿好。于是2006年，巴菲特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他宣布要把自己85%的身家，当时折合370亿美元全部捐出去。这在整个人类慈善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天文数字，之前的记录跟他一比全成了毛毛雨。而最让人惊讶的是，这笔天价的财富他没有留给自家的巴菲特基金会，
而是交给了比尔·盖茨两夫妇的基金会去打理。为什么呢？老爸的逻辑依然很老爸。他说，50年前亲戚朋友把10万美元交给我，就是因为他们相信我比他们更会搞钱。今天我也要把钱交到一个比我更会花钱的人手里。在他看来，把慈善款花在刀刃上比赚钱要难上100倍。而盖茨两口子就是最懂怎么捐钱的人。芒格也公开力挺，他说，沃伦把钱交给盖茨，我一点都不意外，人家才50岁，不像我们俩都7老80了。不过我认为这事最特别的地方在于，古往今来那些超级富豪捐钱大多都要图个名儿，盖一座用自己名字命名的大楼、医院或者图书馆。可巴菲特呢，啥都不要。要知道，这可是个从小攒硬币，连家里人都不许碰一下的抠门仔。几十年后，他却能眼都不眨地把几百亿美元送人。当然，老爸还是老爸，他承诺是分批逐年捐，在还没有交出去玩之前，这些股票还是放在伯克希尔的账户里，跟着老爸的雪球继续滚。这里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对比，同样是捐钱，芒格信奉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名言：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所以他是趁自己活着就要大笔大笔的捐，他项目要自己挑，花1分钱都要自己定，连斯坦福法学院的学生宿舍楼他都非要插手参与设计。可老爸呢，偏不，他非要把大头留到身后捐。他说，钱留在我手里继续滚，雪球越来越大，将来能做的善事就越多。至于未来怎么花这些钱，那是另外一门手艺，我交给更专业的人去做就好了。他觉得钱不过是社会开给你的一张提货单，等你这辈子赢够了，就该拿着这些单子去换成实实在在的好事儿还给社会，而不是死死攥在手里，更不是一代一代往下传。正是因为这套金钱观，他给自己3个孩子留的钱很少，就只有0.5%的家底儿。他认为留太多钱给孩子不是爱，是害。他说，要给他们足够去做任何事的钱，但绝对不能多到可以让他们什么都不做。大风刮来的钱会把孩子们本该奋斗的人生直接废掉。不过话也说回来，这0.5%对我们普通人来说依然是几辈子都花不完的天文数字了。所以老爸的抠是抠得有底气的。就在他宣布散尽家财的2006年76岁生日那天，巴菲特和阿斯特里德低调领了证儿，在女儿的厨房里举办了最简单的婚礼。日子还是要往前过的嘛。那故事说到这儿，本来可以画个圆满的句号，可巴菲特这辈子最牛的地方就在于，只要事实变了，他随时都敢推翻自己。这不，到了2024年，这位94岁的老头变卦了，他公开撕毁了之前的决定。等他死后，盖茨基金会1分钱也别想拿到。说白了，老爸如今已经不再相信这位老友了。那么，这笔足以买下好几个国家的钱，到底能交到谁手里呢？他转了一大圈，最后逻辑还是回到了原点，就是他那3个从小被他进行抠门教育，早已磨练出金钱观的孩子苏西、豪伊和彼得。这20多年，3个孩子各自打理着自己的基金会，从教育、扶贫到环保，早就是慈善圈里的老手了。把这副担子交到他们手上，老爸是真放心。但是呢，他还是留了个心眼子的，设了双重保险。第一，这笔钱3个孩子必须达成一致才能动用。第二，这笔钱必须在他死后的10年内全部花光。他绝不允许这些财富变成一个永远养着子孙后代的家族寄生壳。说到这儿，估计又有人嘀咕了，把钱交给自家孩子，真的不是借慈善的坑儿给孩子留钱，顺便避个税吗？还真不是，这是慈善信托。按法律，里头的钱1分1毫都不能进孩子腰包，他们能做主的只是把钱捐给谁，怎么花，而不是这钱归谁。他们能继承的就只有那0.5%。与其说老爸给孩子留下了1000亿资产，不如说是给他们留下了这辈子最重也最光荣的作业，去替父亲把善事做完。截至2026年，巴菲特已经累计捐了600多亿美元，是真的很多很多了。好了，他的身后事安排完了，现在我们把时间拨回2008年，一场100年不遇的金融海啸突然砸向了全世界，百年投行雷曼兄弟一夜破产，全美陷入恐慌。当时的美国财政部长几乎是在电话里绝望地向老爸哀求：沃伦啊，你再不出手，下周一全美 ATM 机就再也吐不出1毛钱了。这一年，老爸78岁，
他又会以怎样的方式拯救世界呢？我们下集接着聊。